Hello，大家好，我是 DP。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 Anti-Gravity 的 Scales。这是一期新手入门的视频，然后呢会涉及一部分理论知识，对新手玩家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难度，但是我希望新手玩家能够跟下来，一定会有所得。首先我们来看 Scales 的由来。时间来到2025年的10月 ，Anthropic 公司发布了一个叫 Cloud Scales 的功能，很快这个功能就变成了Agent Scales 这个标准，再接着就是大家看到的 Codex 啊、Cursor 呀、Anti-Gravity 啊，都遵循了这个标准，也就引入了 Scales 这个功能。这也是我们这期视频讲的 Scales 的由来。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期视频的使用场景。首先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叫 Anti-Gravity Beta， 这是我最近开发的一个小工具。它的主要功能是为 Anti-Gravity 的聊天窗口添加一部分的定义功能。如果对这个工具感兴趣，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期视频。然后呢，我们这期视频聚焦在 Anti-Gravity 的发布环节。大家仔细看，上面有一个版本 V0.1.7。那么在版本发布环节有一个什么功能我们需要聚焦呢？就是 README 文本的翻译。那么我们就用 README 文本翻译这个场景来介绍 Scales。好的，场景说完了，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Workflows 和 Scales 的一些对比。首先 Workflows 是在 Anti-Gravity 发布的时候就有的一个功能，它和我们用的斜杠命令之类是一样的。然后 Scales 是最近发布的一个功能。然后单纯从命令上来说， Workflow 和 Scales 的命令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 Workflow 需要在前面加入一个斜杠命令来指定用的 Workflows 是什么。那么就是说运行的时候你需要手动指定，然后 Scales 呢是自动的。然后从新建文件这个角度来分析， Workflow 和 Scales 都是需要新建对应的文件的。从加载的角度来分析，先说 Scales 是渐进式加载。然后 Workflow 我为什么打了个问号呢？因为我觉得 Workflow 也不是一次性都加载完，它可能是可以根据一些特定场景的匹配来部分加载。然后关于上下文， Workflow 对应的内容是全部都进入我们对话上下文的，但 Scales 仅仅是把运行结果放到了上下文里。这里是不是和什么很像？给大家3秒钟，1、2、3，对 ，Subagent。然后关于使用场景，我觉得下面两个像就是包括使用场景在内，是我个人总结的，并没有什么确定性。这边解释一下，我觉得使用场景上 Workflow 是可以应对复杂顺序流程式的场景，然后 Scales 呢就是覆盖1到 N 个功能的那种场景。然后在这期视频里，我们举的 demo 里面 Workflow 是做什么呢？是聚焦在整个版本发布，首先它要做修改版本号，然后翻译 README， 然后做一个 Git commit。然后 Scales 呢，仅仅是完成 README 的翻译。然后还有2个点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点是 Scales 一定会比 Workflow 多用一部分 token， 为什么呢？因为 Workflow 我们人工介入了，指定了对应的 Workflow 文件，它直接就去读取了。Scales 是需要根据我们输入的内容，它要做一步匹配的动作，所以额外的 token 在这里。然后正是基于上面的点，我认为 Workflow 是100%的准确度，因为我们指定了哪个文件作为 Workflow 的起点，对不对？然后 Scales 需要 AR 去匹配，我认为所有用 AR 匹配的东西，哪怕 AR 再聪明，它也只有 99%。好的，这就是理论部分，下面我们来进入实践。OK， 我们现在进入准备环节。首先你需要做的是打开 dprt.lab00.com， 然后在这里搜索 Anti， 找到这期视频对应的 Scale 新手入门教程这篇文章。打开这个文章的链接，你需要知道的是这期视频对应的所有功能在这个文章里都可以找得到。然后我们先不着急看代码部分，我们先来看第3部分，链接部分。一共有2个链接，首先打开下面这个 Anti-Gravity Scales 官方文档这个链接，我建议在你继续下面的内容之前，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一个通读。当然如果你不愿意读或者怎么样都是 OK 的。然后接下来看上面这个链接，这个链接是 Anti-Gravity Beta 的 GitHub 页面。
因为我们这期视频所有的内容都是基于 Anti-Gravity Beta 的源码进行的，所以如果你需要重复的话，那么建议你就是在这里把这个源码下载下来。OK， 现在假设源码已经下载好了，你应该得到了像我一样的这么一个文件夹。下面我们来进行操作部分。首先我们需要为 Scales 创建对应的文件夹和文件。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 ，Scales 有2个作用域，分别是项目级和就是全局级。全局就是指定就是你这台电脑上所有的项目都可以使用，然后项目级呢就是只有这一个项目可以使用。我们先来新建项目级的 Scales， 在这个下载好的这个文件就是源码里有一个点 agent， 把它打开，然后在里面先新建第一个文件夹 Scales， 然后在 Scales 的下方再新建一个 translator 这个文件夹，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用的翻译的这个文件夹，然后在它的下方新建3个文件夹，分别是 examples、resource 和 scripts， 分别存放的就是这个 Scales 如果有demo 有资源文件，有那个比如像 Python 的这些脚本，你就放到对应的文件夹里。当然我们这期视频不会去使用，这只是一个备选的功能。然后最关键的是有一个 Scales 这个文件， Scales 这个文件是必须要建的，请注意它的名称是 Scales 大写然后点 MD， 然后这个文件的内容在哪里呢？聪明的你一定想到了，在我们的这个 DPIT 这个文章里。然后这个文章里第2部分一共有3个 Scales 文件，分别是 2.1 中文和英文混合的版本， 2.2 英文版和 2.3 的中文版。如果你未来在项目中使用，一定是在 2.2 和 2.3 之间挑一个版本。我推荐用英文版，因为这是和 AR 交互的内容，用英文版会更准确。当然如果你喜欢中文版，用 2.3 也没问题。我们这期视频讲解用的是 2.1， 所以我们把 2.1 复制下来，然后在这边做一个粘贴，这就粘进来了。这是 Scales 项目级的一个部署。如果说是全局级怎么部署呢？还记得这边我们怎么去部署 workflow 的吗？对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 rules 里面是有那个全局和项目级。我们把全局这个打开，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目录，在用户的文件夹下有一个点 Gemini， 然后下面有 Gemini.md， 所以说就在点 Gemini 下面去新建 Scales，去做类似于 workflow 的操作就可以了。在官方的那个文档里有这么一个路径，就是说我刚刚说错了，它那个上面这个是项目级的，下面这个是全局级的，是在点 Gemini 下面有一个 Anti-Gravity 的文件夹，然后在下面有一个 Global Scales， 然后在下面去新建这个 Scales 文件夹。这个 Scales 文件夹是什么呢？对应这期视频就是我们的 Translator 这个文件夹。等于说 Scales 在这个全局级变成了 Global Scales。好的，我们这个说完了，我们这期视频还是以项目级来做演示。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非常重要的 Scales 这个文件夹里都包含了哪些内容。首先它分为上和下2部分，上面是一个 YAML 的文本，它包括2个内容，一个是 name， 一个是 description。Names 就很简单，就是你这个 Scales 叫什么名字，它不重要，只是对一个标识。但是最重要的是 description， 是一句话，这句话是决定了你的命令能否调用这个 Scales，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在 description 里一定要简单扼要的说，就是说出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什么时候调用这个 Scales， 这些关键的内容在这里。然后这部分内容是会默认随着 Anti-Gravity 对话的启动读入的，它会有一个 mapping， 然后用这个 description， 在你每一次输入命令的时候，这个 description 都会和你的命令进行匹配。匹配吗？匹配，好，执行这个 Scales， 不匹配，那么就不执行这个 Scales。说完了，对吧？下面就是 Scales 的正文，当你的 Scales 就是被匹配到了以后，这个正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就是一个 Markdown 的文本，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上下文。如果你的 Scales 匹配到了，它就会一行一行的读，读完了以后决定你一个 Scales 做哪些事儿。所以我们把这个文本来通读一遍。首先第一部分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首先这个就是 Translator Scales， 就是翻译技能嘛。然后什么时候翻译，就是一个总领的一个文章。我这边写的就是在进行翻译的任务的时候，按照以下
步骤去进行。然后第一点是什么时候使用，其实是有点重复的，但是作为新手教程我尽量写的细一点。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内容就是什么时候去使用，这里面就包括一点，所有类型的翻译任务都匹配到这个 Scales。然后第二点是那个默认的翻译规则。接下来关于源这个部分是这样，我写的是你可以在用户输入的命令里找到源，源里包括这个源的语言是什么，比如说中文，然后它的内容是什么，比如说是个 Markdown 的文本，然后下面是翻译到的目标语言是什么，然后这边我也说的是默认你可以从用户的那个输入里面找到，当然如果用户输入里面没找到，你就用英语作为默认的语言，请记住这个英语的默认语言，因为一会儿在我们的 demo 里我们会使用默认语言来做演示。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是关于翻译。翻译说的是就比较简单，就是说将源翻译成目标语言，保持相同的格式，并且如果用户有额外的要求你就遵循，然后翻译完了就要保存嘛。第4条就是保存，保存说的就是把文件保存到一个指定的位置，然后这个文件夹在这儿，然后这个翻译文件的命名格式就在这儿，这就是一个默认的规则。为什么设置默认规则呢？因为我们要做缺省匹配。然后第3部分是如何翻译，这个地方呢也就只讲了一个就是语言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讲默认语言。其实2和3是可以合并的，但是一般我们做复杂的项目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预设和一个实际操作，所以我模拟了这么一个场景。最后一个是说那个反馈，就你这个任务结束了以后怎么向用户展示反馈。那么反馈的内容我定义的就是首先有一个源你要展示，翻译的目标语言你要展示，翻译的文件的路径你需要去做展示，以及翻译工作中如果你做了其他事情你也需要展示一下。好的，这就是整个 Scales 这个文本的内容，它非常的简单，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新手教程来说做演示是非常合适的。OK，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 Antigravity 的运行表现。我打开了一个历史对话，这个对话其实先说一下颜色，这里面的颜色我进行了一些定制化，主要是用了 Antigravity Beta， 功能也挺多的，大家有需要可以看一下。然后首先第一个我是告诉他帮我翻译这个 readme 这个文本，就是这个中文的文本。一般我们是中文开发者，所以我们会优先写个中文文本。然后他会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是在这里他读了这个 Scales， 对吗？然后接着他又读了这个 readme， 然后接着他就遵循了这个 Scales， 建立了这个 documents， 然后那个 translation 这个文件夹，然后我给了他权限，他就建立了这个文件夹，接着他就直接翻译了这么一个 readme 这个文本，然后紧接着他就给了一个总结我帮你完成了这个翻译，然后一个翻译的摘要路径，然后什么内容什么的一大堆。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翻译的结果，就是对，他进行了一个完整的翻译，但是开头这部分是有一些中文的，是为了方便中文和英文用户做那个首页访问用的。紧接着下面的内容就都是英文的内容，然后中文文档是这个中文文档，大概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翻译的文档就是新建了文件夹以后就存在这个地方，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边提出一个点给大家知道的就是说，整个翻译的过程你们有没有发现它没有进入上下文，只告诉你分析了这个分析了这个，然后进行了翻译，翻译的结果是什么，中间的过程其实没有我怎么翻译的，哪些内容需要翻译，因为在这里哪些翻译哪些不翻译它是有决定的，但是它没有，它只输出了结果到这儿，所以说Scale 只是把结果放入了上下文，这一点很重要，一定要记住。好的，是不是很简单？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我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就是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 Opus 4.5， 然后它调用 Scales 的时候需要使用上面的这个开头来做匹配，那它匹配的时候用的模型是我们选定的这个模型呢，还是说用一些比较低级一点的模型？因为低等的模型也就是简单的模型也是可以完成相关的任务的。我觉得应该是用简单的模型去做匹配，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是这样。但是我不确定这个具体是什么，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然后总结一下，Scales 全自动值得一试，就这么简单。
也很简单。好的，这就是这一期 Anti-Gravity 使用 Scales 新手入门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可以的话，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当然，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也欢迎留言。我是 DP，谢谢。